大家好，欢迎来到海丽生活点滴，我是海丽。今天我们要料理的鱼是铜盘仔，学名为斑点鸡龙昌。这一集我们会介绍铜盘仔的特征，并详细分享我们是如何处理铜盘仔。下一集我们会分享如何料理成生鱼片。那我们就开始认识铜盘仔吧。这只鱼来讲呢，它其实相当漂亮哈。它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这个身上呢有一些条纹状的斑点，一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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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哈，然后一个从头部呢慢慢的往后。那它的身上呢，其实你仔细看会有一点点的黄，反射上来讲会有一点点的黄。那它的鳍呢的话也是相当漂亮的哈。那鳍上呢也会有黑色的斑点。那一样啊，野生的鱼呢，通常尾部呢，它游泳的关系哈，所以它都会有一些裂痕。也有人说是因为鱼啊，它在被渔网捕捉到的时候会挣扎，所以它的鱼尾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它的胸鳍来讲的话呢，也是跟印度长须鳟哦，就是我们之前常常看到的印度鳟哈，它有一个很相近的地方，就是它的鱼鳍内这里也是蛮长的。好，那也有人说它跟印度长须鳟是它长得很像，有一个蛮明显的差异，就是印度长须鳟呢，事实上呢是身体的鳞片呢是比较少的，以银鲳来讲的话呢，它事实上都是鳞片的。好，那我们可以仔细近一点看哈，其实这鱼呢其实相当新鲜的。那跟它跟印度长须鳟呢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我认为啊，食性吃的东西呢还是有蛮大的差别，就是印度长须鳟的嘴巴呢是比较大的。那这种鱼呢是属于嘴巴比较小的，你看到它其实是那种嘟嘟嘴鱼，它的摄食的食物呢可能就属于体态比较小的海洋的生物哈，比如说一些小鱼小虾啊这一类的。所以呢，事实上它吃起来它的肉质跟它的味道呢是跟印度长须鳟呢是会有一些区别的。回头来看哈，那这个鱼呢的胸鳍跟腹鳍呢，事实上长得也蛮有特色的哈。像它的腹鳍的话呢，也是有很漂亮的这个银灰色的这种光泽哈。你可以看到它还有一个很蛮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吻部哈是属于这种凸纹型的哈。那这种鱼在哪一种鱼呢？身上也有可以看得到，就是林吉亚，也有人叫沙嘎嘎啦哈，沙嘎嘎鱼。那它事实上也是这种尖凸纹的鱼。记住，就是看到这种尖凸纹的鱼呢，基本上啊，大部分都好吃，绝对差不了到哪里去。那这种鱼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这里会有一点点额头会有一些凸起，那这个也是这个鱼的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因为这个鱼的鲜度还是非常够的，所以我们呢还是会针对这个鱼啊，然后保存来做生鱼片的料理。那我们会把鳞片做保存，但我们会把鳍、胸鳍、背鳍、尾鳍啊都做一些修整，避免我们的鱼刺刺破我们的带子。那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它的鱼体并没有太大，冰箱还是有办法容纳整只鱼的。那我们因为会把它的头给保留住。那因为要吃生鱼片的话，越多裸露在外面，那就表示氧化越深，氧化越深就会变成你的取肉率就会变少，所以我们还是尽可能会把它的头部给保留。那因为内脏是比较容易腐败的，不适合拿来作为熟成的收存在鱼体的身体里面，所以我们会把鱼鳃还有内脏呢都做一个移除。好，那我们就开始吧。第一步呢，我们就先把它的鱼鳍、胸鳍各方面都把它修整一下。那它的背鳍都会有一根很突出的尖刺，所以大家小心一点。下一步呢，需要把它的鳃给去除，然后接着再把内脏给拉出来。好，我们动手吧。那这个鱼呢，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它的那个鳃盖的部分呢，跟下部呢，事实上是跟身体是有连结的啊。那这个现象呢，其实在很多海鱼的身上都可以看得到，比如说像比较大一点的乌鱼啦，然后或者是豚科类别的比如说剥皮鱼啦、北达辣啦、欧达辣啦这些鱼哦，那豚科的鱼类它很多这些，雕刻鱼类有些鱼的这个部分也会相连接哦，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就用剪刀去剪开，好，这样就可以露出下颚了嘛。那我们就可以呢再把这里再剪一刀，好的，这样我们就切开了。就可以看到，其实它的鱼鳍哦，你看它的鱼鳃相当的漂亮哈，
那这个鱼鳃的颜色告诉我们这个鱼很新鲜所以呢就是很适合做生鱼片的一个材料啦。那我们也是一样咯，可以针对这个鱼鳃呢跟这个鱼下巴连接的地方呢，用刀子呢把它切开。好，一样，我们的雕果刀就出现啦。好，往上一拉，接着呢就顺着它往下割。好，就可以看到，因为那个会经过心脏，所以呢血液就流出来了。那这时候不要惊慌，一样把它割到这个鳃盖的上缘。好的，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这个步骤。那下一个步骤，我们就先针对这个前鳃点呢，把它给剪开。好的，这样我们就把上盖剪开了。那就这时候就会露出下鳃盖啦。那我们再把下鳃盖给剪开。好的，这样就剪开了。那因为这个鱼呢，鱼身的那个比较短，然后它的腹腔又有点奇怪，所以呢，我们建议是使用剪刀，然后从这一侧呢往回剪，剪到这个生殖口的位置。因为你如果用刀子的话，只能从生殖口呢开到这个位置而已，所以基本上这样子有点没有效率，所以我们就直接使用剪刀。胸肌的部分几乎剪开了，你看里面的内脏都保留得非常完整。这么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还可以看一下它的腹腔里面的形状啊，还有它的腔室到底有多深。那这样我后续我在处理的时候呢，就会比较容易一些。这也是可以给大家做一下参考。好，我们一样也是把鱼内脏相连接的鱼筋把它做一个简单的划开划断。好，划断完之后呢，下一步当然就是因为你从这里可以看到哈，其实如果我们要把它的内脏全部拿出来的话，当然这里生殖口可以从这里把它切开了，可是你也只能做到这样子而已哈，就是肠子分开了。好，这样肠子就可以分开了。那这时候呢，我们会采用的方式是拉着鱼鳃，沿着鱼鳃整个，然后往后呢，把整个鱼的内脏呢给取下来。好的，好，这时候就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了。所以你看它的那个内脏事实上是很深的哈。那由于它这里面的内脏这里面应该都是它的卵，所以我们可能做一个决定，就是我们等会可能需要把这个头给卸下来。没有办法使用这个头保留着一起收成，原因是因为如果我们要把里面的东西弄清楚的话，可能收成上来讲的话，它的一些血核啊，还有一些内脏没有移除，可能会对整个气味上、味道上会有一些影响，所以我们可能后续还是会做切头的部分。内脏的话呢，就一样嘛，好，你看这是鱼鳃嘛，然后进来的话，通常都是连接的是鱼肚嘛，所以它的鱼肚很小，所以代表说这个鱼呢，事实上呢没吃什么东西。那我们都把鱼竿拿下来。那这鱼竿看起来呢是属于那种就是不是很多油脂的鱼竿，所以我们就把鱼竿留下来给猫咪吃。那其他的部分的话，我们可能就会丢弃，因为鱼肠的话呢是这样子的大小的话，也不是很值得留。我一个还可以留的，我觉得可以把这个气囊给留下来。气囊的话，因为它在蒸或是煮的时候，它会产生很好的胶质，所以可能留下来会有一定的那个可以食用的价值。好，那我们就回来啦。你可以从这里哈，这里你就可以看到，它其实摸起来这里都还是硬的哈。也就是说，它的头呢，其实这个头盖骨呢延伸到大概是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就是如果是鱼在动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衔接处哈，这个地方有没有这个衔接处？好，也就是说从这个地方呢往下切到这里的话，大概会是这个鱼头卸下来好最好的一个位置。好，那我们就把鱼头呢这里呢先用剪刀把这一块跟鱼头衔接的骨头剪开，
好，这里也是，好，把它剪开，不然我们就影响到下巴，下巴整个就要下来。那可是下巴下来的话，对这个鱼的保存可能也就面积有点太大了，所以我们呢，先针对头的部分把它卸下来就可以了。先用剪刀呢，把它的头呢跟下巴连接地方剪开。好，大家可以看到那声音哦，那硬骨，那鱼的骨头呢，事实上是偏硬的，尤其是脊椎骨都是属于相当硬的。那我们刚刚说了哈，它的这个头的这个位置，它这里是一个骨头断点，这整个是连接硬的，连接在一起的。那我们从这个地方呢，把它下刀切开。遇到有骨头的声音的哈，我这个地方呢，我就把它开一刀，往下带。这时候就可以看到哈，它只剩下骨头做连接了哈。这时候呢，可以用折的，也可以用切的。如果可以很明确的看到的话，我用折的嘛，一折，马上它就连着这个脊椎骨头的断点就断开了。这一侧的脊椎呢，也会从这个关节的位置给断开。那这鱼头呢，我们就把它保留起来。这块鱼的话呢，脊椎在这里看到了哈，这是脊髓，可以把它做一个拉除的动作。脊髓呢，事实上呢，也是一个鱼在熟成过程当中容易产生异味，然后跟腐败的动作。所以我们还是有机会就可以把它做一个移除。好，没有办法全部拉出来，因为我们尾巴并没有断了哈。那所以这时候就是也只能这样。那我们下一步就是它的多出来的脊髓把它剪掉。下一步呢，就可以把它的剩下的鱼卵部分把它拿出来。好，我们记住啊，看我是使用什么方法？我是用往内推，然后再往外抠出来的方式。好，那你就可以得到完整的这个鱼卵。那我们就把它保留起来。好，那就可以看到腹腔里面呢就变得非常的干净了哈，清洁到了哈。那腹膜气室在里面，那我们就一样把它拿出来。这时候就需要用到鱼刺夹，鱼刺夹呢就可以伸进去，然后把它拉出来。那一定会有好奇或是有兴趣的小伙伴会问说，这鱼刺夹要去哪里买？在台湾一些卖刀具的店会有。那比如说建成刀行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大的有名的在卖日本料理刀的刀行，他们都有卖。那或者你也可以去大创碰碰运气，我也曾经在大创有看过卖鱼刺夹的。那这鱼刺夹其实蛮好用，说实在，因为它其实是斜口，你看它是斜的啊，它不是直，它像猪毛夹它是直的，直的话就没那么好用，因为鱼就比较深嘛，身体比较深嘛。那所以你就不好用。那你如果是斜的，你就会好用很多。所以呢，我是建议就是可以买一两只来试试看，价钱上也是不贵哦。那各地方卖价钱可能不一样，但是你拥有个一只，你就相当方便，然后好用了。所以我是蛮推荐可以买鱼刺夹来使用的啦。没有业配，也没有那个广告性质啊，单纯就是工具的使用跟介绍而已。好，那我们把腹膜拿掉了，对吧？那腹膜拿掉以后呢，我们接下来呢就是使用一样用剔骨刀、雕果刀把它的血合化开。接下来呢就是使用我们的鱼刺夹，好把它给刮一刮，把它尽量的刮出来。那你看一定会有一些是刮不到的地方嘛，这时候鱼刺夹就蛮好用的了，比较细。可以刮得比较深一点。那如果这样还是弄不起来，我们就可以加点水。然后呢，这时候牙刷就派上用场啦，做最深层的清洁。好，你可以看到用牙刷的话，效率也是蛮高的啊。这种鱼的话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骨头非常的硬。哇，那你看用牙刷的话呢，做深度的清洁就会比较有效率。好，在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之后呢，稍微把台面稍微整理一下。这样子我们就算把它筋膜给移除了，拉一下。这个侧边这个跟下巴跟鱼头衔接的地方也稍微要注意一下。好的，那你看，这样子我们的下巴的
完整度，还有我们的血盒的清洁，事实上做的就比较完整啊。好的，那我们来做一下台面跟工具的清洁。好，接着我们回到我们的银仓啦。那我们的银仓下一步就是我们要准备把它清洁擦干。擦干完了以后呢，我们就要对它进行熟成前的包装啦，好吧？所以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鱼肉。这鱼肉啊，其实相当的漂亮啊，看到吗？那你看这个鱼肉其实也看起来就是蛮扎实的，然后有点像那个深科鱼类的肉感，你可以看到啊，好新鲜的鱼肉都会有一些蓝绿色的光泽，有没有？这个就是这些有新鲜的鱼的有的这种特征。好，那你可以看到这肉其实会有点半透明、半透明的状态，这就是新鲜鱼的代表。好，我们来把它擦干吧。把里面的水分呢都尽可能的把它吸干。然后这种鱼呢，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它这里面的凹痕很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它的那个头卸下来，然后可以清洁到里面。不然要是没有清洁到里面要是产生异味啊，或是过度的氧化啊，或是腐败啊，对我们来说，这都是应该要避免的啊。花不花钱倒是其次啊，重点是不要吃坏肚子嘛，对吧？不要吃坏肚子呢，对自己身体呢是比较好的，好吗？好，那我们就算擦干喽。好，我们来准备包装。一样，我们也是使用餐巾纸，然后呢把它塞到这个鱼的腹腔里面。要记住哈，就是要使用厨房纸巾哦，不要使用卫生纸。因为卫生纸的话呢，那个会有血，按它碰到水以后呢，比较容易产出血。那产出血的时候呢，你在清洁的过程，就是你熟成完拿出来，或是你在换纸的过程，因为熟成的过程可能是需要换纸的嘛，因为它会出水。那如果出太多水，你换纸来不及的话，你鱼可能就会有异味，会有那个细菌感染。会有抑菌的一些滋生，那这都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所以基本上建议就是使用厨房纸巾。使用厨房纸巾的好处就是你在换纸的过程当中，它的血不会留在里面，那让你换不到，那也不会滋生其他的细菌，产生其他的异味。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步骤，一定要记住，绝对不可以用卫生纸。好，我都会在这个雨水呢，就是开口这个位置哈，这是开口的位置嘛，我会尽量的保持比较多的纸。那这样子的好处是什么？这样子的好处是可以及时的把鱼排出来的水分做吸收。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你把它垫着，那它这样子，它在熟成的过程当中，它才比较不容易，就是因为它会比较重嘛，所以它会把鱼肉给压坏。然后因为我们这里有切口，所以鱼肉比较容易受到感染，所以会用比较厚的纸去把它保护起来，让它的汁水的话不会污染到鱼的其他的部分，这样子。好，那这个鱼呢，它事实上是比较方形的啦所以我使用这种比较接近方形小型的袋子来做，就会很刚好所以其实大家在做熟成或是在买鱼回来处理的过程的时候，自己也可以考虑一下说，自己的袋子的大小啦。还有自己想要熟成的鱼的体型的大小决定自己想要买多大的鱼这样子。那当然啦，有时候有一些 size 大小不是我们可以预料的，那也希望大家就是期待大家每次都可以买到好鱼这样。好，那这样子我们就算封好咯。
那我们就谢谢大家咯。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欢迎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同时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和意见。我们下次见喽！